星河哥，您怎么来了？啊，快坐。我听说你换了工作，我来看看你，好不好？最近工作累不累啊？累是挺累的，不过我最近在做一件大事，累点也是值得的。你办什么大事啊？这个得保密。你还跟我保密啊？等成功了之后我再告诉你吧。星河哥，如果因为这件事儿我出了什么意外的话，你会不会想我呀？你别说些不吉利的话，你会出什么意外呀？逗你的，星河哥，放心吧，星辰哥会照顾我的。对吗？一朵姐，来，这位你得罚他们的呀！哎，我们都喝半天了，唱点什么歌？啊，唱点。哎呀，来一首，快！别唱，来唱吧，来，让一朵姐唱首歌啊！唱一首。来，帮剪一首，快！什么呀？你随便唱，那我就唱一首《潇洒走一回》吧。好，来，不是他唱啥？潇洒走一回。潇洒走一回。能不能唱点再雅琴嘛？唱不了。凤凰传奇啊！就是凤凰传奇啊，你也唱。我唱不好。没事，唱。天地悠悠，过客匆匆，潮起又潮落。恩恩怨怨，生死白头，几人能看透？红尘呀滚滚，直直呀情深去散总有时。留一半清醒，留一半醉，至少梦里有你追随。我拿青春度明天。宝宝，你喜欢听妈妈唱歌吗？妈妈最爱你了，最疼你，要快点长大啊，宝宝。咫尺呀青春聚散总有时。洋气点好不好，小美？我还是别唱了。我觉得挺好的，我觉得比你们一个个都强。你们唱不唱啊？哎，你们怎么不唱啊？都，来，我唱啊！来，一朵，来，咱们认识，我跟你唱。来，麦克风呢？哎，不唱了。咱们喝一个吧，来这儿就得喝酒啊！我没有自我介绍，我呢叫小黑，有钱，不用说我家就我3千万，你跟了我，保你不吃亏。哎呀，好的，喝多了啊，喝多了。小伟，你真让扫兴你！哎，要不然我翻脸，要不然滚蛋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跟谁翻脸？你跟我翻脸是吧？咱们兄弟这么多年，你跟我翻脸是吧？就为了这么一个货色，你跟我翻脸是吧？我跟你说了，我的女人谁都不想碰。哎呦！不是！你没事吧？
一动，我们走。别拦我！快上位！你怎么样啊？让我看看，让我看，让我看看，让东西落下了，谢谢啊。你没事吧？哎，刚刚谢谢你啊，想不到你还会为了我跟别人打架。别再自我多情，谁欺负我女人，谁就不给我面子。别以为我喜欢你为你打架啊！走，上车。去哪儿？哪那么多废话？让你上，走。好漂亮呀！漂亮吗？长这么大，我还从来都没坐过呢。想坐吗？嗯。走。好漂亮呀！哎，你看，你看，哇！干嘛呀？怎么了？你要的钱我都给你了，亲些都不行。什么钱不钱的？我之所以会找你要钱，是因为我爸欠了债，他要还钱。要是我爸能够像你爸一样有钱就好。有钱又怎么样？有钱人也有有钱人的聪明。我有我自己的梦想，我多么渴望有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，有一个相亲相爱的父母。不过，那都已经是我儿时的一个梦想。哎呀，像你这种小农民是体会不到我这种有钱人的生活的啊！行，好了。一朵，一朵，我有话问你。我听梓潼说，你跟管小伟在一起了。嗯。你糊涂啊！他能真心对你吗？我觉得我跟他在一起挺开心的。他给的都是我想要的，我觉得挺好。你胡说！情况怎么样？情况确实像你所说的一样，运到工地上的材料和实物都不太相符，但是他们都在夜间施工，而且被叫去的都是包工头的亲信，所以我暂时没有办法参与。小北，你提供的信息很宝贵，你要再接再厉。对了，有机会把证据拍下来。
好。对啊，如果有可能的话，给我弄一口电锅，最好加上2瓶好酒，我可能用得上。你要干嘛呀？发挥长处嘛。好，有机会我找人给你送过来。好。对了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好。还有，证据一定要保存好。好。啊。那我先走了。好，注意安全啊。手脚都利索点。你这麻利点，快点动作。哎，勇哥，啊，吃点夜宵吗？哪来夜宵？小北给咱们在这边准备的夜宵。哟，看看去。你在这盯着他们啊。好啊。勇哥，这是你弄的呀？对对对，天气冷嘛，弄点火锅吃着热乎。哟，不错。这点酒我给你买上啊。好嘞，好好。哟，这要是每天能来上这么一口，这日子也不错嘛。勇哥，你要不嫌弃的话，我可以每天弄点热的食物，送到那个施工现场去。毕竟你们都辛苦了嘛。你小子挺会来事。不过我先说明啊，纯属自愿，我可没加班费给的啊。不用不用，都自家兄弟，应该的。挺好。来，哎，好。开饭了！好，马上。小伟，吃饭了啊！你们先吃吧。小北，怎么样？星辰哥，进展得很顺利，我拍了不少照片呢。太好了，等周末证据收集齐了，我就让你撤啊。好嘞。哎，刘经理，这么晚还没下班啊？最近工地施工比较紧张，我不敢怠慢，董事长。你还要帮小川的忙，一个人干2个人的活，真是辛苦你了。这样。周末我请你到我们家来用个晚餐，尝尝我们空中菜园的有机蔬菜，算是慰劳你了。你看怎么样？这是我的荣幸。那好，就这么定了。空中菜园的菜不是我哥种的吗？
嘿，哎，2个2，我3个蛋，1对没呀？哎，小伟，干什么呀？追，给我抓住他！快！跑什么？啊，你跑什么？走！走！好了，别看了，干活了。大婶，你怎么老是看着我？啊，我在想，今天应该摘多少菜？对啊，今天怎么摘了这么多菜呀？老板一会儿要请客，让我多送点菜过去。哦。喂，董事长，我回来了，已经有结果了。好，你别上楼，在楼下办公室等我。快说，怎么样了？刘星河是刘花乡前进村人，父亲是刘清平，母亲是洪彩霞。刘清平？你说什么？刘清平？他父亲是刘清平，他是哪年出生的？有查到吗？他出生日期是1986年4月27日。4月27日。他是4月27日。刘清平不是他的父亲，他是我的儿子。我的儿子没有死，我的儿子没有死，是刘清平，他偷偷留下了我的儿子，是他偷偷留下了我的儿子，我的儿子没有死。给我搜！没有东西，勇哥。东西藏哪了？什么东西啊？你给我老实点，他妈弄死你跟玩似的！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！不见棺材不掉泪是吧？给我打！勇哥，救我！刘清晨，我要去找他，我现在就要去告诉他，我是他妈妈，我找了他20多年，我不会再让他离开我了。可是医生说过，您现在实在不宜太过激动，还是先休息一下吧。通知星辰，中午的家宴取消了。好，我要去找我儿子。董事长，我要去找我儿子。喂，嘿嘿，我们揪住狐狸的尾巴了。来的刚好，你现在去一趟董事长家里，顺便把狐狸本人也带过来。人赃并获，我让他输得心服口服。星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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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星河。你好，是董事长让我来的。不好意思，他不在家。不在家？是他请我中午来吃饭的。不好意思，他真的不在家，有些忙啊。好。
好，不是，你是干嘛呀？待会儿你就知道了，跟我去见个人先。放开我！干什么？新哥，救我！刘经理，你是不是该解释一下，这个人是谁啊？我不认识他。你不认识他，为什么他一直让你救他？我刚才说了，我不认识他。既然刘经理不认识，那我就对他不客气了。秦哥，救我！随便你吧，小心用刀子划了自己的手。啊！星辰哥，救我！啊！张开！刘星哥，你别乱来！为什么这么对小伟？张开！小伟，有哥在，哥一定会带你走的。谁说你可以带他走的？刘星哥，张伟，你不能带他走！张伟，张伟，刘星哥，把他放开！刘星哥，放开他！大婶，董事长，你们在干什么？不许伤害他，让他们走。董事长，这件事情我回头向你解释，今天一定不能放他们走。我说了，让他们走。大婶，你没事吧？这里没有你们的事儿，快走，快走！小伟，长官，对不起。你胆子也太大了！星辰，你还干嘛？赶紧送他去医院！现在，哥，现在事关生死。小伟，你在哪儿啊？小伟，你干什么？小伟，我们走。哥，事关生死啊！小伟，快告诉我你在哪儿。小伟，你走开！跟你好招呼。星辰，小伟。没看到有什么事情，赶紧找，快都找，找，快！去哪儿了？荆州医院。好，荆州医院。哎，等等，去湖滨别墅吧。湖滨别墅。啊。哦，好，知道了。
董事长在里边。董事长，这么晚到我们这儿来，什么事儿啊？证据我已经拿到手了。苏文友只要看到这些照片之后，何美琴将失去万来宫之家项目的开发权，我们替补单位将顺利接手。哎呀，太好了！你呀，可比你那怂爹啊好过千倍百倍。这个事儿干得漂亮，咱俩得喝一杯庆祝一下。哎，张姐，拿酒来！来，坐，快！来，给我看看。哎呀，好啊！啊，给我吧。来，谢谢董事长，咱俩把这杯干了。来。哎呀，这茬啊，有个事儿啊，我想认你当干儿子，你看行不行？谢董事长赏识。通过这件事情啊，我是对你彻底相信了，以后再也不会怀疑你了。公司的事儿呢，以后你还得多努力啊！啊！谢谢董事长。哎，啊，谢谢干爹，我会全力以赴的。哎，这就对了。来，咱们再喝一个。好。爸，他这个叛徒这么晚怎么还在这儿？说话客气点儿。星辰刚刚给咱们公司立了一个大功，他现在的身份不仅仅是新股东，而且还是你的干哥哥。以后记住，要学会尊重他。我才不要什么干哥哥呢！你们俩是不是都疯了？哼！来，星辰，不管他，咱们接着喝。辛苦你了啊！应该的。哎，古潼，我在这。啊，对了，该钱带来了。怎么了？小北怎么突然受了重伤了？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说起。快带我去看他呀！哦，走。你是张小北的家属？哎，我是。来，跟我去交费吧。哦，你去1748，好吧？我待会儿过来。那我先过来，过去了啊。小北。子彤姐。小北，怎么样？啊？子彤姐。你觉不觉得我特别像电影明星啊？什么电影明星啊？哪个电影里面的主角像你这么酷啊？有一部什么美国大片，好像叫木乃伊。对啊，木乃伊像不像？你呀，只是别的没跟星河学会，就学会像他一样耍嘴皮子逗人家乐了。子彤姐，你别难过了，我又没死。我只不过是断了几根骨头，就能成就一番事业，值得了。什么事业呀？我看你呀，是8成被别人利用了。小北，你还好吗？小北，我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你别生气了，好不好？星辰哥，我问你，当时他们打我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拦着？而且，你还说你根本不认识我。小北，你听我解释啊！我说不认识你是为了大局着想，如果我说认识你，那他们的阴谋就得逞了。要不是星河哥来得及时的话，我这手都保不住了。星辰，小北说的话是真的吗？当然是假的。他们又不是杀人犯，怎么可能下这么重的毒手呢？他们只是想试探我的底线。那你也不能拿小北去冒这么大的险呐。如果我们不这么做的话，我们之前做的事情将前功尽弃，那小北就白白受伤了。刘星辰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冷酷啊？这不叫冷酷，叫理智。什么理智不理智的？你这根本在狡辩。
你来干什么？我来看小北啊。你不是去找你的破相机了吗？哥，你听我解释。小北受伤，为了就是保护那些证据。如果我不再去保护那些证据的话，我和小北做的努力将白白浪费。我们伟大的事业怎么实现呢？你一口一个伟大的事业，伟大的事业，究竟是什么呀？你自己看，看了就知道了。你爸全心投入的外来工之家的项目，在施工中被人偷梁换柱，以次充好。不知道你爸知道这件事情，他会怎么想？这下不再说我说的没有道理吧？不管有没有道理，反正把小北弄成这个样子，终究是你的不对。你别搞错了，把小北弄成这样子的人，不是我，是你的前男友柳行川。还有，要不是有人替我哥挡了一刀，说不定你就见不到我哥了。星河，现在说的是你，你干嘛扯别人啊？还有你哥，你每天，张口闭口的仁义道德。好，那我问你，那么多外来的民工，从农村到城市，政府想给他们建立一个完美的家园，但没有想到在施工中被人偷梁换柱，以次充好。他们整天将住在一个随时可能倒塌的房间里边。你觉得这合适吗？我和小北把这件事情揭发出来，难道不对吗？哥，不要以为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有爱心、有责任心。有的时候，光凭爱心和责任心是不够的，还需要用脑子。就你有脑子。不管怎么样，小北伤得这么重，我觉得要给他一个交代。你怎么知道我没给他交代啊？有时候成功是要付出点小小的代价的。小北，这个你拿着。这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是说你想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吗？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的助理，这就是你办公室的钥匙。生辰哥，我不是做梦吗？那从今以后，我这是白领了。当然，以后我有的，你都会有的。小北，爹，我要当白领了。小北，你别太激动了。对，小北你别乱动啊！人家说好了伤疤忘了痛，你这还全身是伤呢。躺好了。我真是高兴啊，子红姐，星河哥，你们别再怪星辰哥了，我心里好受了，也都觉得不疼了。好好好。子彤啊，对不起啊，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？那天我不是故意向着一朵的，我只是一时着急，你别跟我计较好不好？我向你道歉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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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我没那么小气啊，那事儿我早就忘了。我只是觉得，你怎么那么轻易就原谅了星辰呢？我刚才听他说的那些话，觉得好像有点道理。那你也不能那么快就信呢。我觉得星辰他就没有那么高尚。他人是善良的，只是有点好强。可能在处理事情的方式上有些不对吧？星河，其实我想说的是，最不了解星辰的人是你，你知道吗？不管怎么样，我是他哥，我都会帮他的，希望他好。真希望他能够懂得，你为他付出了这么多。也更希望他不会像伤害别人那样去伤害你。子彤，你别想太多了，别太操心了，没事的，我们毕竟是亲兄弟嘛。亲兄弟也不能这个样子啊！而且星辰以前他是怎么样，我不去评价他，但是我觉得他现在真的是变了，所以我觉得你不能够那么相信他。都听你的。反正你小心一点。我会的。
星辰啊，欢迎你回家。谢董事长。走，行。星辰哥，这办公室是挺好的哈，但需不需要先跟管小伟打声招呼呀？不需要。刘星辰，刘星辰，你坐位置上干嘛呢？从今天开始，这个办公室不属于你的了。不属于我的？他为什么不属于我的？你的办公室很不错啊，从今天开始它属于我的了。属于你？凭什么？凭我是公司的总经理，统管公司的所有事情。那你坐这里，那我去哪办公？难不成我去你那间啊？不，那间是我第一助理的。第一助理？你还有个第一助理？哦，对了，忘记给你介绍了，这是我第一助理，张小北。从今天开始，他辅助我所有的工作。以后你要找我之前，先找他。刘星辰，刘星辰，你又在哪找了个乡巴佬啊？我看是你想把整个公司弄成乡巴佬大聚会，是不是啊？我跟你讲，这事儿没商量。我不是在跟你商量，叫通知，我在通知你。小北，带他去他办公桌看看。好，刘总。刘星辰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别太嚣张了。等等。小北啊！郝叔，你怎么来了？小北啊，你这可真是跟对人了啊！你看看你这办公室多舒服，这环境多好啊！啊，那个星辰呢？我找他有点事儿。他在隔壁呢。啊，那我去。哎，郝叔，见刘总得预约，知道吗？预什么约呀？我是他叔叔，还预约？别逗了你。郝叔，刘总，这次记账您打的可真是漂亮。那还要感谢你当初帮我。嗨，您看您说哪儿去了？我就帮这么点小忙，您还记得？不过说您要是真感谢我的话，我也就不跟您客气。反正您买谁家的线，他也是买，不如照顾一下兄弟的生活。咱们现在都是自己人了，我当你的钱耙子，安全的。你刚才说让我照顾你的生意，又说你当我的钱耙子，这不都是相辅相成的吗？有钱大家一起赚嘛。什么意思？现在何美琴已经让你扳倒了，以后也再不会有人盯着你了。她以前用的那套，你也可以用啊。利润空间之大，难以想象啊。不，我的目标不是赚这些小钱，我不想因小失大。刘总果然是人中之龙啊，志存高远，失敬失敬。你是心仪的朋友，你又帮过我，我可以照顾你的生意，但是建材质量一定要保证，这是底线。明白，您放心，我一定按照你的意思去办。哎，大侄子，哈哈，郝叔来看你来了。出来了，刘总，有事你先忙，我先走了。太难找了，你这地儿。小北，你先出去吧。郝少，有什么事儿找我呀？